新四星风盾老三试试看啊，不对，是蓝焰，它值得培养吗？作为一个盾斧，它能够让玩家满意吗？它底层的设计逻辑是什么呢？这期呢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来自璃月的新四星角色。元素战技呢，可以用来快速的贴近敌人，也可以用来逃脱敌人的一些技能。长按可以飞空。考虑到当下机制元魔会比较多嘛，那在破机制上会存在一定的用处。当元素战技命中敌人时呢，会产生护盾并释放焰反。如果再次按下元素战技或者普攻，就会悬浮在空中释放3次攻击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敌人身上有元素呢，就会造成额外的元素伤害，并且产生的护盾呢，也会转化成对应元素的护盾。那么大招宽弦踏月出，名字很仙侠，但是呢，只能短暂的牵引敌人，造成3次集中的伤害。这控制的力度、控制的时间以及伤害呢，都平平无奇。那这就是蓝焰的技能，它非常的简单。由于并非是主 C 的定位呢，伤害的总量呢也不高，24条0+0的话，大概也就是在5万左右吧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它作为一个盾斧的功能性。那么元素战技带来的护盾，它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就是持续12.5秒 ，CD 16秒，并非是无缝的护盾。但是因为有祭礼残章这个武器的存在，所以这个缺点呢，它是可以被缓解的。不过因为祭礼残章满金链有16秒的内置 CD， 刚好和蓝焰的 CD 一样长，所以释放2次后一定存在空窗期。那么3.5秒的空窗期到底算不算空窗期呢？这个也就见仁见智了。而在护盾的厚度上，按照攻击力结算的话，一个1500点攻击力的蓝焰护盾的吸收量呢在1万点左右。但是因为自己的天赋4个风刀灵补，让它的护盾可以进行元素类型的转换，转换之后对应元素的吸收量就提高250%嘛，所以也可以看成有条件情况下25000点厚度的护盾。那这个特质就让蓝焰比较适合去应对打元素伤害的敌人。如果是物理伤害，那么1万点的盾量就不太具备竞争力了。当然了，蓝焰的竞争力除了染色的护盾之外呢，还因为自身是风元素角色，所以可以带上风套嘛，那么就可以为队伍提供40%的对应元素减抗。那么凭借尚可的盾量和能减抗的特质，蓝焰是否能够在你的队伍里面赢得一个上岗的机会呢？如果说灵命的蓝焰表现差强人意，带上命座之后，它是否会存在一些质变呢？我们来看命座啊，一命元素战技额外释放1次攻击，是一个增加伤害的命座，这个和自身的定位不太符合，所以就中规中矩了。2命呢，前台角色普攻造成伤害之后，可以回复护盾的吸收量，这个就类似好兄弟托马。托马的大招也是可以叠加护盾的吸收量，但是它是叠加数值的，而蓝焰呢是直接回复100%的。这么一对比啊，就体现出来版本优势了。那这个2命呢，相对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命座。那么4命是释放大招之后呢，提高全队的元素精通，增加了蓝焰的辅助能力，相对来说会让蓝焰所在的队伍打反应的时候伤害更高嘛。那么6命，好了，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命座，可以额外的使用1次元素战技。那这个6命的话，应该说就是补齐了蓝焰现在的短板，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缝盾。但是你说要抽到6命的话，我感觉我自己可能没这个命啊，不知道各位对于他的命座是一个什么看法？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聊聊蓝焰这个角色的底层设计逻辑。作为一个风盾，能减抗，但是厚度呢依赖于元素转换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滑点，就是这种设计让蓝焰比较适合去应对打元素伤害的元魔嘛，之前也讲过了。但是一般来说呢，打元素伤害的元魔对应的元素抗性就会比较高，比如说火圣骸兽，自己打的是火元素伤害，但自己的火抗又比较高，那这个时候如果玩家用火 C 去攻略，就显得不是很明智。那么蓝焰的入队其实就解决了这种矛盾，通过蓝焰的减抗，让怪物的抗性呢回归到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，又通过染色的护盾降低怪物的伤害带来的威胁，提高了队伍的生存能力。我觉得啊，这个就是策划设计这个角色的思路，然后再给它增加一些符合版本特色好用的位移和其他功能，进一步的去提高这个角色的泛用程度嘛。但是因为风套减抗呢只有10秒的时间，所以蓝焰适配的队伍一定是更偏向于爆发，而不是持续输出的。当然了，限制蓝焰就业的根本原因啊，是现在5星角色的伤害超模，增伤能力呢也超模，所以4星角色的就业空间已经被大幅挤压了。因此除了可以在幻想真境巨石当中凑人头，就比较适合喜欢策略组合的玩家去培养，以及手中缺少特定角色的玩家用来过渡，还有XP玩家可以自己科研一个什么特别适合蓝焰的队伍。那么看完这些，你会给蓝焰资源培养它，还是抽一个放在仓库呢？好的，我是提瓦特弟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